震耳欲聋的声音忽然在田间响起，众人被这声音吓得整个人都缩了一下。哎，小崽崽，你快看，那是什么？好漂亮啊，还在发光呢！大黄驮着皓月，激动地冲向了不远处的田间。然而那田间之中竟然矗立着一块成人高的巨石，巨石光滑圆润，散发着莹莹白光。众人好奇地围了过来。这是什么？难不成是巨型夜明珠？它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刚才那声巨响，众人都听见了。只是巨石砸下来时并未发光，反而是在落地后才开始散发出莹莹白光。你们有没有觉得这石头比刚才好像亮了一些？红英敏锐地觉察到巨石上光芒的不同。昭昭早已经手脚并用地爬到了巨石的半腰。夜明珠，夜明珠，好大的一颗夜明珠！江慈洲站在昭昭身后，歪着头看向巨石。有字。昭昭一愣，回头看了眼江慈洲，又将目光顺着他的手指看向了巨石。果然在他趴着的左下方雕刻着一排小字。昭昭凑近了看起来，字体很小很复杂，他根本看不懂。龙龙，这上面写的什么呀？龙龙看不懂，龙龙不认识字啊。昭昭也不识字。阿玉好奇地凑上来，贴近了那些字体，仔细地端详了片刻。忽然眼前的字体开始旋转，最后变成挥动的巨蟒，猛地从石头中冲了出来，想要一口将它吞下。阿玉叔叔，这上面写了什么？空灵的声音在阿玉的脑海中响起，瞬间击溃了那巨蟒的血盆大口。阿玉猛地回过身，额头上已经冒出了冷汗。我红英好笑地看着他，原来你竟然不识字啊！阿玉压根没心思理他，心脏砰砰砰巨响，还在回想刚才看到的画面。红英见他半天没反应，以为他是不好意思说出口，竟然好心地安慰道：放心，我们又不会嘲笑你。他说完，走到前面朝那些字符看去，仅仅一眼，他就像阿玉一样，整个人僵硬在了原地。这是……若不是荔枝及时地扶住他，此时的红英早已经倒在了地上。荔枝好奇地朝那些字符望去，不要看！他的神色太过严肃，荔枝瞬间意识到了危险，连忙拉着他后退。你刚才看到了什么？我刚才看到我眼前出现一扇门，里面全是残肢断臂，有人在吃这些。红英后面的话怎么也说不出来，甚至开始反胃。阿玉则擦了擦额头的冷汗，我看到是一头巨蟒，它张着血盆大口朝我扑过来。荔枝不由得皱了皱眉。我曾经听暗卫营的前辈说过，在曾经的南疆国有一种迷药会令人致幻，看到自己最为恐怖的东西。怎么又是南疆国？他们是怎么将这么大的石头放在这儿的？阿玉蹲下身，皱着眉看向巨石的四周，并未发现什么可疑的脚印，而且石头刚才才落地，那在之前他又在哪里？天上吗？阿玉抬头看了眼半空，也什么都没发现。好吃好吃。他们齐刷刷向昭昭看去，就见昭昭不知道何时已经站在巨石旁啃石头。哎，小郡主，这东西不能吃啊！快拉开小郡主！红英和荔枝面色大变，连忙冲过去将昭昭从巨石上拉开了。结果一看，好家伙，刚才的字符竟然被昭昭给啃得一干二净，连一点印子都没了。小郡主吃了一些字符，不会有事吧？昭昭猛地回过神儿，眨了眨眼睛，看着眼前的几人。荔枝姐姐，我的烧鸡呢？怎么不见了？小郡主，你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不舒服？没有啊。昭昭感觉自己充满了力气，就是有点饿了。嘿嘿。红英终于松了口气，下一刻他们又不得不倒吸一口凉气，因为他们竟然看到原本站在昭昭身后的江慈洲竟然伸手直接捅进了巨石中，还从里面掏出来一颗圆溜溜的球，球体发着耀眼的白光，而原本发光的巨石此时瞬间暗淡下去，好似变成了普通的巨石。这是什么？还有少爷，你是怎么将手伸进巨石里的？少爷怎么变得这么厉害啊？那我这个侍卫还有什么用武之地啊？少爷醒醒以后会不会第一时间抛弃我？江慈洲根本不理他，捧着那颗圆溜溜的发光球递到了昭昭面前。给崽崽。昭昭欣喜地看着圆球，这比淮南王给他的那颗夜明珠还亮。昭昭刚伸出手去接圆球，下一瞬间圆球就从江慈洲的手中消失，仿佛从未存在过一般。不是，球不见了。没人啊，幻觉吗？可是刚才那东西就真真实实待在江大人的手心中啊。龙龙打了个长长的嗝，昭昭嘴角一抽，龙龙，下次不许直接偷吃了，你都吓到了荔枝姐姐他们了。
传说中的云游子道长来到咱们大圣国，听说是要寻找天上的神女转世呢。传说神女转世可以为天下百姓带来福运，使得国家繁荣昌盛。大圣朝不知从哪儿传出来这一条消息，顿时引爆了整个圣京城。云游子就是那个在百岁山上号称活了几百岁的道长。那还能有假呀？听说他今天就会带着神将天启进宫面圣呢。可有说这神女转世是哪家的小姐啊？小道消息，据说就是前阵子被传出是灾星的钟永侯的苏沐瑶。皇宫中，昭昭又一次被裴景帝抱着去上朝。微臣参见一下，凭什么？昭昭惬意地啃着鸡腿，悄咪咪扫了眼正襟危坐的黄伯伯。龙龙，你说黄伯伯为什么每次上朝都要带上昭昭呢？昭昭又听不懂什么朝会。不知道啊，龙龙总感觉他藏着秘密，等龙龙听听他的心声。裴景帝闻言，顿时身形一僵。为了不被龙龙窥探到心声，裴景帝马上在心中开始碎碎念。昭昭爱吃鸡腿儿，昭昭爱吃鸡腿儿，昭昭爱吃鸡腿儿。下次给昭昭备上更多更好吃的鸡腿儿。上朝带着昭昭，朕看那些大臣的时候，心情都好了。没有昭昭在，朕是一天也不想上这个破朝了。龙龙，你听到了吗？黄伯伯为什么每次都要带着昭昭呀？你黄伯伯觉得带上你上朝都有动力，你就是黄伯伯的精神支柱。就是这样，没错，小崽崽就是让人心情美妙。原来在黄伯伯心中，昭昭这么重要啊！吓死朕了，差点以为那邪祟要发现我能听见他们的心声了。海公公从殿外急匆匆走了进来。陛下，百岁山道长云游子求见。安静的朝堂因为海公公这一句话顿时沸腾起来。百岁山的云游子就是当年那个与国师齐名的道长。云游子道长此次下山来我们大圣国干什么呀？你们没听说吗？云游子是带着神将天启来的，据说还要找什么神女转世。真的是神将天启？哎呀，这次终于轮到我们大圣国了吗？传言中，若是得到神将天启的国家，未来的3年都会风调雨顺，什么灾难都不会发生。请进来。是。海公公立马转身朝着殿外大喊：有请云游子道长觐见。裴景帝眯了眯眼，暗卫已经将传言全部告诉了他。云游子竟然说钟永的孙女是神女转世，他怎么不信？他目光不经意地扫过钟永侯，果然瞧见他满面春光，神采奕奕的，一点也没有前几日被收走丹青铁卷时的萎靡之色。钟永侯仰着头，就等着云游子进来呢。昨日瑶儿突然找上他，说他梦见自己乃是天上的神女转世，她会给大圣朝带来繁荣昌盛，乃是上天注定的奉命。他起初是不信的，但是他说了几件即将会发生的事情，竟然全部都对了，这让他不得不相信。尤其是传闻中的百岁山云游子，竟然真的出现在了大圣国，寻找神女转世。他现在已经彻底相信了瑶儿。门口忽然闪现进来一个身着白色道袍的道长。龙龙，这个就是云游子道长吗？看起来好厉害的样子，跟国师一样哎。小崽崽，你别被他的外表给骗了，这老头心里正想着一会儿怎么害你呢。可是昭昭并不认识他呀，他为什么要害昭昭呢？他这会儿换想法了，准备告诉你黄伯伯，他找到神将天启的神石。裴景帝刚才还和颜悦色的表情瞬间冷了几分，淡淡的看着云游子，无形的让后者感受到一丝敌意。云游子微微皱了皱眉，旋即觉得自己多想了。参见陛下，老道昨日夜观天象，算到神将天启已经降落在大圣国，今日一早就将天启找到，此刻已经带进了宫，就在殿外放着。还有那神女转世之人，此时也在殿外等候。那就麻烦云道长让人将天启带进来吧，还有那位神女转世。云游子闻言僵了僵，总觉得这大圣皇帝是不是有些不对劲儿，尤其是他提到神女转世时语气说不出的怪异。是。云游子并未多说什么，转身朝殿外的人招了招手，立即有人抬着1人高的被红布包裹着的巨石走了进来，后面还跟着神女转世的苏沐瑶。巨石刚一被抬上来，朝堂一片哗然，竟然真的是神将天启，没想到这一次的神将天启
真的落到了大圣国。苏慕瑶跟着众人行了个礼，就安静地站在了一旁，目光有意无意地偷看一眼上面的裴景帝。裴景帝年轻的模样竟然和五皇子如此相似，想到五皇子裴清照，苏慕瑶的脸颊泛起了不自然的红。也不知道现在五皇子是个什么模样，前世一直到她嫁给五皇子，她都没有机会见到过对方。既然这次重生了，她一定要想办法提前接近五皇子，为以后她成为太子铺路。巨石被人放在了大殿中央，裴荣景看着那块巨石眯了眯眼。这真的是神将天启？陛下请看，这就是神将天启，上面不仅有神女转世的提示，还有庇佑大圣的神语。红布被猛然掀开，巨大的玉石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正在啃鸡腿的昭昭猛地坐直了身体。罗罗，这个怎么那么像我们那天夜里见到的巨石呢？不是像，这就是那天见到的巨石。你看，那上面还有你啃出来的牙印。啊，龙龙别胡说，昭昭怎么可能啃得动石头呢？就是你啃的，当时你的暗卫和美人叔叔可都看到了。昭昭小脸更红了，口中的鸡腿都不香了。我明明记得啃的是鸡腿，怎么会变成一块破石头？裴景帝目光不由得落在了天启石左下方那一排排的牙印上。还真是牙印，真的昭昭的牙齿是什么做的？竟然能啃得动石头，这么厉害的牙口，岂不是能咬死人呢？难怪这么贪吃。云道长，不知这天启石上可有什么提示？正是，陛下稍等片刻，容老道先查看一番。云游子说罢，这才靠近天启石，结果找了一圈也没有发现天启在哪儿。哎，怎么会没有呢？这不可能啊！这怎么可能呢？站在一旁的钟永侯指着那一排排牙印，好奇地问道：云道长，你找的天启该不会是这个吧？云游子的目光缓缓落在了那排牙印上。这是天启？怎么看着那么像孩童的牙印呢？哎呀，不愧是天启啊，这文字老夫竟然看不懂。何止是看不懂，仅仅是看着都觉得我等才疏学浅。丞相凑近了观察了下，哎，老夫怎么瞧着那么像牙印呢？跟他小孙子咬他的印子一模一样。胡说，天启石上怎么可能有牙印呢？这就是上天的文字，你我看不懂罢了。什么天上的文字？我看这就是牙印。裴景帝被吵得有些头疼，朝裴荣景使了个眼色，后者这才上前，目光直视云游子。云道长，不知这文字表示的是何种意思？云游子眼底闪过一丝不自然。之前的天启石呢，显现出来的文字虽然有些复杂繁琐，但老道还是能够分辨出来其中的意思。可大圣国的这块天启石上的文字，老道也是头一次见呐。昭昭闻言一愣，忽然想到了什么。龙龙，他们找的该不会是被昭昭啃掉的文字吧？应该就是。裴景帝在旁边憋笑，憋得快出内伤了。他怎么也没想到，昭昭的牙印竟然是啃掉了天启宇留下的。那个云道长，既然这文字你也未曾见过，不如就等你研究出来再告知朕和诸位大臣如何？是陛下。云游子擦了擦不存在的冷汗，心中有些不安，怎么感觉和算好的不一样啊？他目光不由得又落在了苏慕瑶身上，赶紧将她拉到身旁。陛下，这位就是老道算出来的神女转世，天生凤命。若是大圣朝有了她在，必定会繁荣昌盛。天生凤命，传闻中的云游子活了上百岁，能掐会算，甚至还能改写国运。如今看来也不过如此。能被国师赶出去的人，怎么可能会是神女转世，天生凤命？陛下，为了大圣国的繁荣昌盛，还请陛下将她与太子赐婚，封她为太子妃。苏慕瑶微垂的眼眸闪过一丝不悦。我想嫁给的是五皇子，根本不是什么太子。这老道会不会算？他难道算不出五皇子才是今后登基为帝的人？朝堂上其他人一个个噤若寒蝉，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这个云游子可真敢说呀，太子妃早就定下来了，就是丞相府的绞心金嘛。这会儿让陛下改立圣旨，不得先把太子与丞相
相府的婚约先退掉啊。众人的视线看看丞相，又看看钟永侯，全都没默默不作声。这俩人一来就不对付，此时又牵扯到各自家孙女的婚事，还不得在殿前吵起来呀？陈御史连忙站了出来，朝陛下道：不可呀，陛下，太子早已经与丞相府的小千金左小姐定下婚约，如今贸然退婚，让左小姐以后如何自在啊？太子和左小姐两情相悦，退婚，太子愿意吗？陈御史不悦地偷偷瞪了一眼云游子。呸！什么狗屁道长，我看就是个江湖骗子。什么神将天降石，根本就是为了苏慕瑶的婚约来的吧？我看呢，指不定是这个臭道士收了钟永侯多少好处，才来这里胡说八道的。陛下，瑶儿乃是神女转世，娶了她能够保佑我大圣朝风调雨顺，乃是天大的好处，还请陛下能够以大局为重。跟着钟永侯站队的官员们全部走出列，还请陛下以大局为重。其余人则看看丞相，又看看钟永侯，不知道作何反应。倒是左丞相站在那里老神在在的，好像一点也不着急。龙龙，快帮我偷听一下，苏慕瑶真的是神女转世吗？云游子好像真的相信她是神女转世哎，不过不是云游子找到苏慕瑶的，而是对方先找到她，并且提供了她能预知未来的能力，云游子这才相信她是神女转世。预知未来？难道苏慕瑶真的是神女转世吗？可是大皇上次用马蜂窝砸她的时候，她怎么没有提前预知到呢？龙龙觉得这其中有些古怪。等等，什么？龙龙忽然发出难以置信的惊呼声，让原本正在侧耳偷听的裴景帝吓了一跳。龙龙，咱们下次别这样惊叫，周周差点被噎死啊！知道了。你刚才听到了什么呀？怎么吓成了这个样子啊？我听见苏慕瑶的心声了，那竟然是23年后的她重生回来的。她现在的身体里是30岁的灵魂。她说她才不要嫁给你太子哥哥，她要嫁给五皇子。5年后五皇子登基，她就是未来的皇后。太子哥哥又没有犯错，黄伯伯怎么会将皇位传给五皇子呢？你太子哥哥很快就会死了，五皇子早已叛敌通国，勾搭上了西戎国，还在你太子哥哥的饮食中下了噬心曼陀。你太子哥哥会因为毒发身亡，3年后你爹爹也会在前往江南的途中被人埋伏，下落不明。你黄伯伯会被五皇子下了慢性毒药，一点点蚕食身体，最终不治身亡。五皇子有钟永侯支持，再加上淮南王暗恋他母妃薛贵妃，甘愿沦为五皇子夺位的工具人。五皇子登基后也没放过你其他哥哥们，全都被他以各种理由残害，要么杀了，要么流放。昭昭捏着手中的鸡腿都忘记吃了，不过很快他眼珠子咕噜噜一转，不对啊，太子哥哥身上的噬心曼陀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解了，还是用的黄伯伯宝库里的冰雪莲解毒的。那是不是说你太子哥哥的结局已经被改变了？可是他既然知道太子哥哥的噬心曼陀，那说明3年后爹爹遇害和黄伯伯中毒都是真的。不行，周周要想办法告诉黄伯伯才行。苏慕瑶身体里的是成年人的灵魂，还能预知未来的事，龙龙担心他会不会对你不利。周周不怕，有爹爹和黄伯伯，还有龙龙你们在，周周一定会没事的。昭昭说完，悄悄看了眼裴景帝，思考着怎么才能让黄伯伯知道苏慕瑶已经换了性子。裴景帝坐在皇位上，整个人都是僵硬的，锐利的眼神不由得落在了苏慕瑶的身上。苏慕瑶身体感受到一股浓烈的寒意，下意识抬头就对上了裴景帝锐利的眼神，吓得连忙低下头去。怎么感觉陛下想要杀了他？片刻后云道长有所不知，太子与丞相府左小姐定亲，乃是国师批命，说左丞相的孙女才是天生凤命，你和国师算出来的不一样，朕也拿不定主意，不如请国师前来，你与国师商讨一番。云游子闻言整个人一愣，国师批命，丞相府的才是天命凤女，这怎么可能啊？他原先只是算出了天启石和天命凤女有所关联，甚至推算出了天命凤女就在圣经中，但是圣经的女子那么多，他怎么确定具体的人会是谁？自然是苏慕瑶亲自找上了门。他甚至都预知到了他会在这个时间来到大成国，甚至还知道他来大圣国的目的，更是将未来会发生的几件大事告知于他。
起初他是不信的，可是他推算出来的结果竟然与他说的一般无二，就好比半月后南方会发大水，北方会干旱，他都一一对应上了，甚至还提供了具体的时间，这才让他不得不相信苏慕瑶就是神女转世，否则他怎么会知道这些呢？老道谨遵陛下旨意，海公公去请国师。海公公闻言恭敬地退了出去。裴荣景抬眸看了眼上方的两人，国师批命，我怎么不知道？总觉皇兄是在胡说了，难不成又是昭昭透露了什么大瓜？要不是龙椅上挤不下3个人，真想过去听听昭昭说了什么。陛下，马上又要到了雨水季节，南方水患不得不防，不知陛下有何安排？提到南方水患，裴景帝的神色冷了又冷，目光落在了钟永侯身上。钟永侯，不妨说说你的看法。钟永侯闻言，整个身体都跟着一颤。看法？什么看法？陛下这是在威胁敲打我呀！若是此次的南方水患赈灾款再次丢失，那可就要全都怪到我头上了。钟永侯赶忙抬起袖子擦了擦额间的冷汗，干笑道：陛下，距离南方水患还有不足1月的时间，老臣想着这1个月时间，陛下不妨让人先大量储存粮食，以备不时之需。哦，这个主意不错呀。那筹备粮食的事情就交给爱卿了。那不知微臣可以从户部支取多少银两？爱卿这话是什么意思啊？3年前被吞并的赈灾款，钟永侯难道没有找到吗？就用那笔赈灾款吧，国库今年就不出银子了。钟永侯闻言赶忙跪下磕头。陛下，不可呀，那些赈灾款早就被贼人给偷走了，老臣去哪儿弄这么多银子呀？钟永侯，你真以为朕不知道？那些银子分明就没有被贼人给偷走，那都是你自导自演的戏码。朕原本想着让你将赈灾款拿出来，好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没想到你竟然如此冥顽不灵。陛下，老臣没有啊，那些银子真的是被贼人都给偷走了。哼，如此大的银子数目，若是被偷，怎么可能不留下证据呢？朕早已命大理寺卿全城搜捕贼人，竟然一无所获，说明那些银子根本就没有丢。难不成你觉得大理寺的人都是废物吗？大臣们齐刷刷跪下，不敢抬头去看裴景帝。这还是陛下第一次发这么大的火，真是吓死人了。裴荣景抿着唇，挑眉看着上面的裴景帝。裴景帝被裴荣景盯得有些不自然，轻咳一声，转移了视线。大理寺卿连忙移动爬到中间。陛下，微臣真的全程都搜捕过了，一点可疑的迹象都没有。那些银子要么还在钟永侯府上，要么就是凭空消失的。这话说出来谁信啊？凭空消失，真当是在做梦呢。大臣们的心中都笃定了，这银子肯定还在钟永侯府上。钟永侯百口莫辩，一股气堵在胸口，差点把他气得背过气去。到底是谁偷了他的银子呀？忽然他脑海中想到了大儿子苏怀瑾的脸，若不是外人偷的，难不成是怀瑾？毕竟他只带着苏怀瑾进入过地库。钟永侯，你还有何话可说？老臣遵命。苏慕瑶淡淡地看了眼钟永侯的背影，又垂下了目光。看来这一世和上一世真的发生了好多改变。龙龙，那些赈灾款，周周不是已经交给爹爹了吗？难道爹爹没有告诉黄伯伯吗？不是啊，你黄伯伯知道啊，他就是故意的，他想坑钟永侯出银子。黄伯伯可真坏。裴景帝嘴角一抽，这小家伙就不能说点好的？就在这时，国师被海公公带到了金銮殿。陛下，国师带到了。国师提着酒葫芦狠狠灌了一口，又伸出手指指向了裴荣景。是你小子找本国师啊？海公公有些无奈，搀扶着他的手臂转向了裴景帝。哎呦，我的国师哎，不是王爷找您，是陛下找您。国师这才眯着眼看向裴景帝旁边的昭昭。嘿，你这个小丫头，怎么还跑到龙椅上去坐着了？裴景帝那小子把皇位传给你了？哎呦，这个国师可真是敢胡说呀！昭昭戳了戳旁边的裴景帝。黄伯伯，国师该不会喝酒喝傻了吧？昭昭觉得是就是哦。国师顿时不乐意了，将手中的酒葫芦往腰间一别。你这小丫头怎么说话呢？还不快叫师祖爷爷！哼，
还没有正式拜过师，昭昭才不要喊你师祖爷爷呢。龙龙可是说了，正式拜师的时候就可以趁机将国师那个金灿灿的罗盘骗过来了。嘿嘿，昭昭喜欢金灿灿的罗盘，更喜欢好厉害的罗盘。还不知道自己罗盘被惦记上的国师捋了把下巴上的白胡子，不就是正式拜师吗？你给本国师等着，本国师……他话还没说完，就感觉袖子被人扯住。国师，你可以收我为徒吗？上一世他就想拜国师为徒，因为只有成为了国师的徒弟，才能成为下一任国师，才有资格进入雾隐山，修炼长生不老之术。哼！国师猛地抽出袖子，什么阿猫阿狗的，也想被本国师收做弟子，你配吗？苏沐瑶脸色涨得通红，怎么也没想到国师会这么说他。钟永侯看不下去了，连忙恭敬又坚决地开口辩解：国师有所不知啊，我家瑶儿乃是神女转世，她一定够资格当您的弟子。神女转世？谁说的？云道长说的。国师的目光醉醺醺地落在云游子身上，后者整个人都紧绷了些。谁来告诉他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国师会是他？国师目光犀利地盯着云游子看了半天。哎呦，我当是谁呢？这不是被宗门赶出雾隐山的云游子吗？师兄啊，别来无恙啊，别叫我师兄，你早就被雾隐山除名了，可不是我雾隐门的弟子了。云游子脸上的肌肉都跟着颤了颤，这人还真是一点情面都不留。他当初会被赶出雾隐山，那还不是因为……国师，你是不相信我是神女转世吗？那如果我可以预言到半个月后南方会水患，北方则会引来百年不遇的大旱，国师可愿相信？国师如果还不信，那我就说个其他的。国师微微皱眉，并未接话。这小女娃怎么给他一种非常违和的感觉，就好像孩子的外表下藏着成年人的魂魄。苏沐瑶自信地说完，又转向大理寺卿。大理寺近些日子是不是在找寻一名专门残害少女、斩其双足的凶手？你从何得知啊？因为案件太过棘手，他们早已经布置了天罗地网，就等着凶手自投罗网，所以这次的案子他们还从未对外说起过。你们是不是还布置了天罗地网？但是凶手再也没有出现。你连这个都知道？他该不会真的是什么神女转世，能够预知未来吧？那是因为凶手就在你们大理寺，是你们衙役中的一人，他每次都能提前知道你们的部署，当然不会被抓。众人闻言齐刷刷愣住。小姑娘，那个人是谁啊？可恶啊，竟然披着大理寺的皮，在外做出如此丧心病狂的事儿。大理寺卿气得身体都抖了，他大理寺出现了如此大奸大恶之人，若是陛下追究起来，他这个大理寺卿也难辞其咎。国师不经意间走到了裴荣景身边。这个小丫头有问题啊，本国师在她身上看到了一缕煞气。国师告诉我这个干什么？她身上的煞气跟本王有什么关系？哼，当然有关系，那煞气隐约间缠绕上了她的因果线，而这因果线的另一头缠在了你宝贝闺女身上。国师刚说完，裴荣景身上的气息骤然一愣。国师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字面意思，你一个凡人当然看不见他那线代表的什么。国师醉醺醺地回头看了眼正睁着大眼睛滴溜溜看戏的昭昭，这才转回来继续开口。你可听说过太极生两仪，一阴一阳轮转交替，相辅相成，以相克相生。昭昭乃是天阳命格，这种命格的人会给身边的人带来无限好运，但是地阴命格的人则恰恰相反，会吸走身边人的好运供自己使用。他与昭昭便是阴阳两极，他强则昭昭弱，他弱则昭昭强。原本他的命格已经完全被昭昭压制，不知为何突然又转变了，甚至隐隐有想要压制昭昭的趋势。你现在还觉得他跟你没关系吗？裴荣景虽然不信这些，但是事关昭昭，他不得不信。国师可有什么办法？自然是有的，不过还需要小丫头赶紧拜了我这个祖师爷，我才好给她传授老夫的本事啊。裴荣景眯着眼，视线俯视地落在国师身上，他怎么感觉这老头说了这么多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让昭昭赶紧的拜师。苏沐瑶将所有人的好奇心都提了起来，那个人就是楚云。刹那间朝堂上一片哗然，就连昭昭都吓得从龙椅上蹦了起来。这不可能，楚云叔叔绝对不会
会是变态凶手的。龙龙，你快听听他的心声。龙龙赶紧偷听了苏慕瑶的心声，他没有说谎，他的心声说楚云会在10年后的杀人现场被抓获。虽然他不承认是他杀的，但是工具、分解地点以及刀具都和他出现在同一个地方。他最后被判了绞刑，就在城门口被行刑，全城的百姓都去看了。昭昭一听，心中的恐慌噌的就上来了。楚云叔叔一定是被冤枉的。裴景帝压下心中的震惊，听到昭昭的心声后，反而冷静了下来。苏慕瑶只是知道了将来会发生什么，但他又凭什么觉得他见证发生的事情就一定是真相？楚云不是没听说过，嫉恶如仇，跟着江慈洲破过不少案子，这样的人真的会是凶手吗？大理寺卿惊出了一身冷汗。你说这话可有什么证据？我当然有，证据就在他家那口井中，他为了掩人耳目，故意在地窖上弄成水井的样子，那些被抓的姑娘都被他在井底的密室中杀害。你们若不信，完全可以现在就去搜。大理寺卿朝裴景帝道：陛下，还请容微臣现在回去查看。裴景帝也想知道事情的真假。准了。昭昭连忙提起小裙裙，从龙椅上跳下来。黄伯伯，昭昭吃的有些撑了，想要出去消消食，可以吗？消食？裴景帝有些诧异，这个小家伙还有吃撑的时候？他轻咳一声，就想要拒绝。裴荣景眼皮子一跳，知道这小家伙是想要跟着大理寺卿出宫了。陛下，正好微臣想要跟着大理寺卿前去查看一番，不如就让昭昭跟着微臣吧。昭昭朝裴荣景投去一个笑眯眯的眼神，不愧是他爹，连他出宫的理由都找好了。昭昭回过头，可怜巴巴地扯着裴景帝的衣袖。黄伯伯，你们开朝会，昭昭又听不懂，昭昭实在是无聊的紧，您就让昭昭出去透透气吧。我要去找证据，楚叔叔一定不是凶手，地窖中肯定有小老鼠，不知道叔叔有没有看到真正的凶手长什么样子。裴景帝阻止的话又咽了回去，小家伙是要去找证据，他不能拦着他，他也相信楚云不是真凶。裴景帝深深地看了眼自信满满的苏慕瑶，不过是仗着重活一世，知道将来会发生的事情罢了，竟然还好意思标榜自己是神女转世。她若是神女转世，那我的昭昭是什么？去吧，不过一定要跟紧你爹爹，千万不可以乱跑，知道吗？昭昭去就回。昭昭开心地转身跑到裴荣景身边，爹爹，我们走吧。好。裴荣景拉着昭昭朝着殿外走去，路过国师时，昭昭还一脸眼馋地盯着国师腰间别着的黑金色罗盘。什么时候罗盘才能属于昭昭？国师眼眸微微睁开，其中闪过喜悦。哎呦呦，这个小丫头是在对我依依不舍吗？我刚才还冷哼，故意抬头不看小家伙，她该不会伤心了吧？哎呀，看来老夫以后要对小丫头好一点才是啊，毕竟还只是个孩子。听到国师心声的龙龙无语，苏慕瑶死死盯着昭昭离开的背影，指甲掐进了手心中。她就是这一世唯一的变数，那个不知廉耻的生的女儿。当初娘亲让人害死那个时，怎么没将这小一起杀了？真是个废物！看来为了防止他这个变数破坏掉我的后宫之路，我必须提前想办法除掉他。他眼底淬了毒似的狠意被国师看了个一清二楚，就连站在国师旁边的云游子也不小心瞥到了。这小神女的眼神怎么……国师一转头就看到了云游子，气不打一处来。哼，不在你的百岁山藏着，下山来做什么？云游子有些尴尬地摸了摸脸。今年的神将天启石落在了大圣国，我是来送天启石的。国师的目光这才看向了殿中那1人高的巨石上。你说这是天启石，上面的天启神玉呢？国师走近看了眼，又转着天启石走了一圈。你管这玩意儿叫天启石？云游子走了上来，又看了眼天启石，确定道：这就是天启石无疑啊，国师可有什么要说的？哼，难怪你找个假神女转世过来，连天启石都不认识。你来说说，天启石有何特征啊？云游子皱眉想了下道：以往的天启石上都会雕刻着天启神玉，还会散发着莹莹白光，尤其是在夜晚更是刺目。他说着说着忽然停了下来，目光不由得看向了大殿中的天启石。这神玉可以说是那排像牙齿的符号，那发光呢？它怎么不发光呢？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洞？不知是谁忽然喊了一声，众人这才看向巨石的一侧，赫然看到一个可以容纳1人拳头大小的洞。
不可能，这不可能啊！天启石根本不是人力可以破坏的，所以这真的是假的。云游子猛地转头看向苏沐瑶，哎，你不是说这就是真的天启石吗？为什么不发光呢？苏沐瑶这才想起前世对天启石的传言，好像真的是会发光的，也没有动。难不成真的不是天启石？天启石另有其他？他深吸了口气，有些责怪地质问云道长，你们确定是按照我指定的位置找的吗？在这巨石旁边就没有别的石头吗？当然是按照你说的地点寻找的，那方圆10里之内都没有类似的石头。这臭道士找错天启石就算了，竟然还不承认。天启石不必找了，今年的天启石早已经被本国师寻到。至于神谕嘛，国师故意没有往下说，他也不知道神谕说了什么，怎么往下说？这天启石就是真的，他就是故意那么说的。天启石乃是天外之石，其坚硬程度，除了跟在小家伙身边的旱魃能一拳洞穿，还有谁能做到？那上面的牙印儿，一看就是小家伙啃出来的。只是没想到啊，这小家伙不光力气大得吓人，就连牙齿都锋利的可怕呀！国师忽然捂住了自己牙齿。哎呀，这个小家伙的牙口可真好呀，不像我，稍微吃点硬的就牙疼。楚云还在大理寺当值，莫名其妙的就被喊回了家中。刚一进院子，就看到了院子里站满了人。参见摄政王大人，不知这个时候喊属下回家做什么？大理寺卿压抑着内心的怒火，怎么看楚云也不像是那种衣冠禽兽啊。但是一想到那些被残害死的少女，他心中又升起一股怒意。楚云，你家中这口井是怎么回事？为何本官让人打水，却一滴也打不上来呢？楚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挠了挠自己的后脑勺，困惑道：那口井啊，它早就枯了，当然打不出水啊。我已经让人在院子后面重新打了一口井。大人，你是想喝水吗？我这就去给你打水。楚云说着就要往里走。你站住！楚云回过头，更不解了。大人还有什么吩咐？本官现在想让人下井，你没有异议吧？下井？没想到大人竟然这么体恤下属，家里井枯了都要给修好。其实不用了，我已经有水吃了。若是本官非要让人下呢？大人这神色怎么如此奇怪？楚云困惑的抬头又看了眼大理寺的衙役，见他们全都警惕地盯着自己，心中的疑惑更深了。裴荣景则抱着昭昭安静地站在那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昭昭脸上闪过焦急。楚云再傻，现在也觉察到了不对劲儿。大人有什么话不妨直说，属下真的猜不到。有人说你就是这次恋足癖的幕后真凶，行凶地点就是在这口井中，你可有什么话要说？楚云一愣，一双眸子闪过难以置信，他伸出手指着那口枯井。大人的意思，这地下是属下的作案现场？楚云感觉自己好像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差点笑出声。大人随便查，属下做事向来光明磊落，断然不可能做出如此丧心病狂的事情。楚云的态度让在场的一些衙役全部松了口气，他们就说老大绝对不是这种人吧？难道苏沐瑶真的在说谎？小崽崽，你快放心吧，你楚云叔叔真的不是凶手啊！他的内心也很好奇，凶手到底会是谁？不过小崽崽，龙龙感觉到井底传来了淡淡的死气，恐怕……昭昭闻言，刚放下去的心又猛地提了上来。苏沐瑶是从未来重生回来的，那么他知道的事情也不是空穴来风，井底一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恐怕连楚云叔叔都不知道。